大家好，歡迎來到離線玩家 online 頻道。今天我們繼續來評價啊，今天是 OV 以及他們的子品牌，我們來從上到拉來評價一下。跟大家說一下，其實我們在錄制的這個過程中呢，來了一位新朋友，是吧？他先坐在邊上，如果你等一下講話，你就講話，好吧？但是他沒有參與我們之前的拍攝，我感覺他可能也不是說得出很多話的啊。我们先说 OPPO， 從 Find X9 系列開始吧，也就2台機器。你們覺得 X9 Pro 能夠到什麼地步呢？夯爆了，他媽的！收錢了，收錢了是吧你？你收了多少錢啊你？主要这个机器，我觉得它的续航真的是特别离谱啊！就是当时我记得那亮度呢？亮度也还行吧，不是特别高。那长焦呢？这你来评吧。那我来评啊，我来评就是 NPC 啊，它这个长焦，我来评。在这个电池以及这个性能调度上，反正是比它这个同家的 X9 要好了不少。但是呢，它的拍照就是我觉得它比较可能 NPC 到人上人的那个部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那颗长焦，我感觉是 OPPO 第一次去调，所以感觉它調的不是很好。它的那個顏色，包括曝光什麼那些策略，感覺都跟其他2顆攝像頭不是特別的一致。就是我們在拍美食的時候，那個白平衡飄的我真的是覺得有點受不了的。然後它雖然是個2億，但是它的等效焦距是70毫米，所以它的那個成像的那個清晰度啊，包括你的解析力什麼那些東西，都會比其他的用2億，比如說榮耀和 vivo 的那個85毫米要差一些的。而且我們在拍那個毛主席的雕像的時候，它也出現那種邊緣有一個那種重疊的，你知道嗎？就是我覺得它的鏡組質量也不是特別好，但是它續航確實是比較頂級的。哇，續航屌爆了啊！續航確實頂級。那天晚上咱們拍夜景的時候，到最後另外2台手機已經充過一次電了，到最後拍完，這個 X9 Pro 還有電，那這個就是我感覺是我遇到的這個手機裡面續航是最好之一了。你怎麼沒看着換呢？哎，那太貴了，等它降價了。那怎麼就太貴了呢？等它降價。它之前有便宜的時候啊，你這一給出價格不才4200嗎？這不是12加256的嗎？12加56對啊，不夠啊。但是我想補充一下，就是我們測了那麼多立場的機器啊，就是整體印象就是，在同等電池的大小下，它的這個續航是偏好的那類。對對對。但是它的這個亮度，戶外的自動亮度是偏保守的。是。對。但是你即便排除這個亮度影響嘛，就亮度其實拉平，就是它的那個領先幅度，它的續航也是會好一點的。但是要跟大家說啊，它這個亮度其實不是說你看不清啊，感覺它是暗暗的，但其實你看上面東西是還是能看清的啊。對，它拍照的時候還是挺亮的。對，感覺它有白名單嘛，感覺他們這一次的系統調度其實是會比較的，所謂的就是說比較的聰明一點嘛。但實際上的話，就是還是根據大家自己的那個需求。像我來說的話，我覺得 X9 Pro 那個亮度策略我是可以接受的，因為你可以拉上去，只是它本身的那個亮度策略是會比較保守的。那麼 X9 呢？你們覺得？拉完了，拉完了，不至於吧？我覺得標準版裡面就 X9 還是非常能打的啊。我覺得還可以吧。能打在哪裡？它那個導航很不好吧？導航確實不太好。對啊，然後續航也我覺得不是很對得起7000毫安這個電池。就 X9 這個系列怎麼說呢？就是它最大缺點就是續航很好，然後它那個紅色我挺喜歡的。除此之外就是手感很差，而且我覺得它的整個的 ID 設計是不如它 X8 上一代的。X9 我個人給 NPC。你們呢？可以，同意嗎？同意。X9 Pro 我給頂級啊，我綜合可以給頂級啊。你們覺得呢？給個人上人吧，反正它就在人上人跟頂級之間的，我也是這麼覺得的。其實，我覺得今年 OPPO 可以優化一下它這個戶外自動亮度。我覺得你既然本身這個系統流暢度以及這個耗電做得比較好，你亮度可以適當的提高。其實它去年的機器是做的還可以的這一點，今年就是感覺 vivo 一下子就支棱起來了那個亮度。那麼 X9 說完了，我們就來說 X8 系列是吧？主要來說是 X8S 系列。你們覺得 X8 Ultra 可以給到什麼？我想給個夯啊。沒用過，我感覺單影像方面的話，給個夯是沒有問題的。我覺得頂級到夯吧。我覺得是，如果是他當時出的那個時候，我覺得是可以夯。現在可能要稍微評價稍微下降一點到頂級，因為當時它的為數不多，就是兼顧了一點影像跟手感的機器啊，就是它雖然電池不是特別大，但續航也沒有到特別差。我最喜歡的點就是它的那個鏡頭配置有那麼高的情況下，但它突出的不是很多，那個帶口也很小，就是它整個看的是很和諧的，而且它整個機器就是透露着一種比較均衡的狀態，也沒有說有很差的地方，而且是一眾 Ultra 裡面就是唯一一個直屏啊，這個很滿分了。啊，當然現在大家都值了，大家都從完變值了，什麼玩意兒？大家，我覺得它的質感是比 X9 Pro 要好的。X8S 加呢？
我感觉这个 S 加就是祭品啊，因为它当时我记得是售价跟 X8S 一模一样，然后它主推的是 X8S 那个小屏嘛，就 X8S 加这个手机真的你都就不如买 X8，不如买 X8，就你你知道吗？如果因为我最近也在看，你如果在 B 站里面搜 X8S 加，你基本上找不到一个视频，全是 X8S。对，因为那个机器感觉跟 X8就没有什么差距，就完全没有掀起没有什么区别，没有什么印象的。那个机器我就只能够给到一个 NPC 吧。但是如果你想要那个尺寸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因为它甚至比 X8S 还要便宜。那还是 NPC， 特别便宜，还是 NPC， 我觉得还是 NPC。X8S 倒是可以给一个人上人吧，对，我觉得可以给一个人上人的，在当时的小屏里面，它其實還是不錯的。只是說，我覺得有一點可能小遺憾，就是它不是那個超聲波指紋。對，雖然當時超聲波指紋不多啊。雖然說它屏幕尺寸比較小，它那個指紋稍微靠下一點也沒事，但是它太靠下了。我也覺得不太，還是有點麻煩。但它其實在當時的那個小屏機器裡面是還不錯的吧。因為它電池也沒有很小，比如說我推薦給我表哥買了，他之前用 iPhone 的，他就想要一個不是特別大的手機，那當時我覺得最好的選擇可能就是 X8S 了。你要說什麼 X100 Pro Mini， 我們實際用下來手感差很多。其次是它的那個屏幕亮度，我覺得也不行，就是用起來其實挺難受的，然後續航其實就大差不差了。對，只能說影像可能是強一點，但是如果你沒有那麼強的影像需求，X8S 足夠用了。對，足夠了，很均衡了。對 ，OK，那我們聊下一個吧，聊一聊 Reno 唄。Reno 15 Pro 我給 NPC， 你們呢？沒什麼印象了，就 NPC 吧。那個機器你拿着玩過，你記得嗎？我們有一次出去的時候，你拿着去拍照，對，其實你就會有一種感覺，就是這樣的一個影像配置，其實對於絕大多數人是夠用的。是的。但是你要真拿它去創作，或者說要拿它去拍攝一些，那還是有點受限。對，你覺得特別好的照片，就感覺不太行啊。是的。是不是它背面有個蝴蝶結那台手機啊？對。是的，它有。而且我個人感覺它這個 Reno 15 Pro 吧，包括15，它整個系列，它的後面的 ID 設計，我覺得是不如前幾代的，就是手感也很一般，後蓋也很普通，就拿出來。性能也很普通啊。也很普通，就是感覺有硬往下延續的感覺吧。你就說 Reno 15 Pro 跟 Reno 14 Pro 差距有多大唄？就是升級一下電池。對吧？處理器好像都差不多。手感我覺得還倒退了，反正14、13還有12那種就是比較圓潤吧，包括之前的那種就是曲面屏或者是那種叫四曲屏，就手感比較好。這個我覺得就直接給 NPC 算了吧 ，Reno 系列。就 NPC 吧。A6 GT 跟 A5 Pro 我也是沒什麼印象了，就不做評價了。不做評價好吧？再聊一個 K13 Turbo Pro。這個手機我還有印象了。首先它那個 ID 設計挺不錯的，對，那個背屏、風扇，朋友們，風扇，處理器稍微差一點點。它真的是在一加 Turbo 6之前8S 鍵是調的最好的。對。它那個風扇確實有點用的嘞，朋友們。現在來看的話，我看你們給出的價格是2300塊錢，這個價格其實就有一點我覺得不行了，不推薦。那 OPPO 我們就聊差不多啦，那我們就聊一聊一加吧。我們先說 Ace 系列吧。我覺得它那段時間的產品線特別混亂，太多了，就是太套了，然後區別很小。Ace6T 跟 Ace6，你們會更推薦哪一台一點？Ace6吧。你呢？我沒印象了。你怎麼會沒印象？我測了3次，你沒印象啊？沒有印象。你屁的 A46吧？你失憶了。A46T 好像遮的有點多，我記得。對，那天咱們拿 A46跟6T 對比了一下，反正就是在信號、包括導航以及可能遊戲調度方面會有一些差距吧，不是很多，但是能感覺出來。按照我想起來了，怎麼了？那個6T 我知道就是續航好一點是吧？但是它體驗差了很多，所以我們最後還是推薦了 Ace6。對，其實我們是會更推薦 Ace6的，為什麼呢？因為 Ace6T 它主要有2個點，第一個點就是它的處理器絕對性能是要差一點的。它在遊戲裡面會降畫質，記得吧？對。它那個降畫質降特別明顯，就是經常產嘛。對，120幀，畫面發虛啊。而且 A46它整個的產品裡面，它前置攝像頭只有30幀，當時拍的時候就感覺很不爽啊。更推薦 A46一點啊，因為它當時2個機器的價格其實也差了一點，但是現在他們都好像漲價了，就是現在漲完價之後的這個價格我就不是特別推薦了。那現在來評的話，我覺得 A46可以給到一個頂級到人上人之間吧，但是 Ace6T 呢，只能給個人上人了。它雖然也沒有很大的問題，但是它畢竟是個驍龍8.5的機器嘛。然後你要硬說的話呢，我覺得它拍照可能稍微好看一點點。就那種拍照硬件，你要說誰比誰好看，也不是什麼決定性因素的。那更久遠的 Ace5 Pro 跟 Ace5 至尊呢？我記得是不是有一個那個陶瓷背板是吧？Ace5 Pro 的
惊天陶瓷，没什麼印象了。但是如果按照現在，我看你們標注了一個，他們已經停產了。我覺得還是買，就是不要就不聊了，好吧？這個機器確實蠻久了。對，我覺得還是優先考慮下半年的機器啊，因為它下半年那個電池的容量提升是挺大的。对，1+15，你說一下簡稱1+S6 Pro， 它的這個屏幕也是165啊，S6也是165，然後同為什麼這個8至尊8E其實是用不出來區別的。電池呢可能比 S6 還要小一點。硬要說提升吧，那就是那個後置吧，多了一个长焦，应该是三星 JN5吧，我記得没錯的話，真的是沒有什麼很明顯的區別了，而且價格其實差的有蠻多的嘞。哎呀，我覺得如果1+15跟8+9的話，我個人可能會選擇1+15吧，畢竟大一點的，我不太喜歡太小的手機。比起上一代1+13呢，確實好像是嚴格了一些東西，是一些，但實際體驗上呢，我覺得並沒有差太多啊。所以我是覺得1+15它這一次大大提升了續航，我覺得把1+13的一個非常大的缺點給彌補了。它整體的表現也還可以，而且它感覺是下放了 Find X 系列的一些拍照的算法。它雖然這一次沒有了哈蘇，但它有一個什麼 Lumo 那種算法，就會導致它其實拍出來的照片顏色是比較自然的，而且在長焦上，它通過它的算法什麼那些東西去彌補，實際上是還可以的。我對它比較不滿意的就是它沒有長焦微距，我覺得長焦微距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指標了，因為這個東西它做起來就是會複雜一些，它有浮動鏡組。它要有一些光學上的一些重新的設計，但是1+15很明顯就沒有這個東西，對吧？但是它價格賣的其實也不算特別便宜嘛，而且現在又漲價了，哎呀，就有點尷尬了。頂配版賣到了將近5400吧，這個價格。它一開始是3999起，對吧？就定位有點模糊啊。1+15也是2K 嗎？不是1.5配啊，不是。所以它相比於1+13其實是砍了一些東西的嘛。我們聊聊1+13T。還可以，還挺不錯的。這個機器我是覺得還挺不錯的，在當時的小屏裡面算是另外一個選擇吧，它比較偏性能取向一點。但是我沒有用過，它這個拍照大概是太爛了，就好像沒有超廣角啊。我知道它不有長焦嗎？2倍長焦。那這2倍就真的挺抱歉的，我只能說。挺抱歉的了。那我給拉完了呀，我覺得你1+15我給頂級，我可以給頂級，但按照現在價格的話，頂多就是。感覺就是人上人跟頂級之間吧。13T 我個人會給它拉完了，我覺得就很莫名其妙啊！你一個小屏手機，13T 你可以給拉完了。因為我覺得你手機屏幕小，其實就不是很適合打遊戲了。你把遊戲搞那麼強，然後它就做的，因為它是偏續航嘛，它做的很厚，手感又差，然後呢拍照又沒有超。那別管了，15T 就要發了，好吧？但是15T 據說就漲價漲了很多，然後提升也挺大的嘛。我看正面還沒發呢，你們擱這據說造謠是吧？這種上手視頻都出來了，那個正面特別屌。那個13T 的遊戲性能大概怎麼樣？其實還可以，其實很好，在當時是還不錯的，就是發熱也還 OK，然後調度也還比較對，然後也猛。對，我個人這個機器我可以給到人上人哈。然後續航也是比較符合這個6000電池應該有的一個水平。那我覺得比6000多那個電池還要好一些。哦，對，續航挺好的。而且它綠廠其實是就是它小屏裡面它1加是給驍龍處理器，然後它那個 OPPO 那個是給天玑的。對對對。還有一個機器啊，聊完之後1加就差不多了，就是1加 Turbo 6。這個機器我覺得很尷尬，是什麼呢？明明是1月23號測的，為什麼我完全沒有印象？這是什麼？這手機長什麼樣我都忘了。9000電池，然後續航也還不錯，8S Gen 4，塑料邊框。跟那個榮耀 Power 2一起測的嗎？反正那一批機器裡面，我覺得我只記住了668，就其他的我都忘記了。這個我們668等下再聊好吧？我覺得很尷尬是什麼呢？你說它性能釋放好，確實好，但它是8S Gen 4，所以好，是的，也就好到那兒了，對吧？然後電池9000，你續航好，這不是應該的嗎？對不對？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機器挺奇怪的，而且它也沒有超廣角，它只有一顆鏡頭，就很尬，也不便宜啊，也不是很便宜。NPC 吧，這個價格的話，你直接去買 S6T 啊，買 S6都好一些。選擇的太多了，你真的沒必要卡那麼一點點續航的，也不知道它 Turbo 在哪。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真我吧。哇，真我就有的聊了，真我668好吧。絕對給夯這個機器，夯爆了這個機器，夯的不行吧這個機器？唯一不滿意的就是降價的速度不夠快，要漲了，便宜點。但是最近不是聽說真我什麼停止星際研發了嗎？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這個事情感覺他已經把售後併到 OPPO 裡面了，就要開始了嘛。哎呀，接下來它不出了就很尷尬了啊！這個內存漲價感覺對這種中低端性價比的機器還是影響比較大的。在這個價位我挑不出毛病了。無敵，我說實話幾乎就是無敵了。
你们說它那個什麼屏幕看着會有那個，我們確實也看到了。但是你要說這個價位不能接受嗎？完全可以接受的，因為它亮度包括顯示效果都還可以。對，續航也好，而且給了個還給長焦呢，它8000電池，就沒有什麼短板嘛，就是2K這個價格，因為它是剛發布的機器嘛，它已經很有我誠意了。已經推薦給我朋友，他買給他家裡人了。他在愛酷 Neo 11和真我 Neo 8中間選了一台真我 Neo 8去給他媽，就是他媽60了差不多。罵人啊！還好吧？什麼東西啊？我當時比較擔心的就是它那個外觀會不會年紀大一點不喜歡，但其實他們就套殼啊，帶個殼，它無所謂，統一的是那種大黑殼，對，大黑殼，所以就無所謂了。然後這個機器幾乎短板非常少，你硬挑的話，首先你說它超廣角不好，那其他2000多塊錢的沒有給長焦，超廣角也那樣，對吧？然後你要說它的什麼沒有無線充電，這個價位有無線充電的很少的，你除非買值錢的，幾乎沒有老旗艦，否則是沒有的。那真我Neo 8就是航爆了，我覺得大家要買趕緊買吧，它現在價格好像還沒有漲上去啊，不知道我們視頻發的時候有沒有漲了，但是現在我們錄的這一天3月18號，好像是還沒有漲的。我那個朋友買，用完國補就是2100多，他就買了12+56的，因為給他媽用嘛，所以可能儲存要求不是那麼高了。但是我覺得這個手機它其實再往上1T 那個價格，我覺得就有點一般般了。雖然說它有1T，但如果按現在價格來看的話，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競爭力的。還行吧，就它畢竟沒有很拉胯的地方啊。這是我們第一台出現毫無疑問的航爆的機器啊。主要它是一台發布沒多久的手機，我都不敢想，等到618一開啊，沒有，一開不了了，已經做夢了，今年做夢了。我跟你說，到時候它不漲價可以，你買不到，它缺貨了，不可能，我到時候買二手。那買二手那就另說了唄，對吧？那我們再往前聊唄。GT8系列啊，NPC 吧，NPC。我唯一有印象的就是可以換攝像頭，它的續航還可以。它那個什麼搞噱頭那個 Deco，我們當時也沒有買到那個方形的，而且還要自己換，所以我並沒有覺得它的 ID 設計很好看啊，我覺得是不如Neo 8的。它這兩個機器，首先 GT8 它是不能換 Deco 的，我覺得不好看，對，好醜啊，我受不了。這是第一個點。然後第二個點是，當真我Neo 8出來的時候，我覺得真我 GT8就真的一敗塗地了，一敗塗地了。大家要說它有什麼理光，它有什麼這些東西，但是也沒有效果很好。對，那個理光，說實話真的比濾鏡好不了多少吧。它其實用的就是主攝的那個裁切的焦段，結果它只聯名了一個什麼28跟40兩個焦段，然後我就很尷尬，知道吧？而且那天那個 GT8它屏控其實很一般的，它那個屏幕邊框是有一點縫切，對，然後对，我也想起来了。屏幕的黑邊的感覺沒有裁的，就是很均勻，一邊寬一邊窄。而且真我 GT8 Pro 的那個2.1像素可以說是這一幫2.1像素裡面最拉的。但它整個2K 屏吧，就也還行。到今年這個 GT8 是完全跟以前不一樣了，只能給個 NPC 了。那說到以前，我們就我們今年居然還測了一次 GT7 Pro，這台手機確實很堅挺啊。GT Pro 就確實它確實也均衡嘛，它配置其實到現在也很能打，8至尊其實也很強了。電池可能看上去微小一點吧，6500。對，手機就是寬了一點，不太好握。它主要那一年的手機其實都不太好握。我們的300 Pro 很好握，有長焦，有超聲波，然後質感也不錯。可以夯。這個機器按照當時的眼光絕對是夯，但是按照現在的眼光，可能給個人上人差不多了。對，因為它價格其實也還挺堅挺。再往前看唄，Neo 7 Turbo 吧，你們整理出來價格1500，那確實還行吧。就是這個機器我們在這個價位還是比較推薦的，沒有什麼特別明顯的短板。然後天玑9400E 處理器也還行。這個機器反正就賣這麼多錢，然後呢，72的電池也給的挺大的，對，然後也是那種塑料的後蓋、塑料的邊框，然後呢給的是一個那種透明的那種造型嘛，對，我覺得也還可以吧。這個機器沒有什麼很大的毛病啊，但是現在買的話感覺一般，我覺得1000出頭還是可以買啊，對，1000出頭還是可以買的。至於前面這些接近2000的什麼 GT7 6什麼7 Pro 競速版啊，什麼6 7SE，我覺得都不用考慮了，你就買6 8就行了啊。GT7 就是我們測過的步行軌跡最偏的，我印象中是那一批的，好吧？那個真的有點太過拉了。然後什麼 GT7 Pro 競速版，砍了個長焦，然後砍了一個超聲波，電池好像大了一點點，說什麼有一個什麼散熱的那個什麼小冰皮。但那個機器完全沒必要，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啊。剩下的什麼真我 Neo 7SE、Neo 7X 不太記得了，就不考慮了啊，不考慮了吧。但 Neo 7X 感覺挺便宜的吧？你們是看什麼二手的是吧？沒有新機了啊，8+56
哎呀，800塊錢，哎，你有七叉要買也能買吧？好像是什麼小董6件4的处理器。那麼我們这一期綠廠的点评呢就到這裡了。一不小心就聊了很多，啊，本來準備把它跟 vivo 一起聊的，但綠廠它支線比較多，哎，很混亂，手機太多了啊，確實，一不小心說長了。那麼本期視頻到這裡結束了，我們下期再見。OK，拜拜。